中国的无人机基地突然出现了一架大型战斗机。那么这架战斗机是不是以后要变成一架无人作战飞机，或者是无人战斗机的指挥平台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那么最近呢，俄罗斯的一个媒体啊，就是引用了一个美国媒体的报道。他的报道是什么呢？说中国有一个基地，应该是一个明显的这个无人机基地，因为它这个停机坪上嘛，停的全是各种无人机，比如说无尘八呀，还有神雕啊、降龙这些东西。那么偏偏在整个这个停机坪的最右端呢，它出现了一架大型战斗机。当然具体是什么呢，我没有看得太清楚，因为照片啊像素我看到的不是很高。而美方的研判人员呢，认为这就是一架歼16。如果是歼16在无人机基地进行相关的改装或者测试的话，他们判断有可能是进行了一个高端的实验项目，就是在歼16上要实现人工智能。那么歼16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这个飞机比较现代化，进行一些现代化改装呢，可能是跨度比较小。那么人工智能加上去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个飞行员带着一个人工智能控制设备一起操纵这个飞机的情况，有点类似我们过去看到在北京某些街道上有个路段嘛，标志叫做这个自动驾驶车辆的这个实验区段嘛。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个区段上有一些车辆标的是自动驾驶测试车在那跑，但是车上一定会有个人，就是自动驾驶一旦出了问题的时候，人可以踩刹车及时控制，避免事故。那么他们认为这架歼16的实验任务呢，可能也是类似这种情况，就是测试了很多人工智能的智能飞行啊、自动作战啊、自动决策，但是一旦需要人工控制，比如说飞行动作失控的时候，人可以进行干预。那么如果说是歼16的这个人工智能真像是美国人说的这么做了并且成功的话，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飞行员在战斗中他的注意力分配可能更有利，飞行中呢可能更少一些顾虑了。你比如说我战斗中前后左右各个方向，什么方向有威胁，是什么样的威胁，是空中的威胁，是地面的威胁，是红外导弹逼近了还是雷达导弹逼近了，它就要进行一个综合的观察和判断。那么人工智能就放在飞机上的话，它可以帮助飞行员去排除大部分的顾虑，能够自动处理很多事情。再有一点呢，就是人工智能如果能够很好的辅助飞行员的话，那么对训练培训也是好事啊。我们看我们过去要飞一个飞机的话，比如说我们飞初级要6，那一起飞的时候怎么去这个注油，怎么配平，风门该怎么调整，一系列动作这个飞机飞起来。但如果你飞个钻石40的话，上去之后很容易飞了，都是飞机通过电脑自动控制好的，那你学驾驶的时候就容易的很多。那么未来作战中，如果我们是用人工智能来辅助战机飞行，飞行学员的培养可能更多的不是在一些具体操作上，而是空战意识培养。只要这个人意识到位了，把这个空战的指令交给了飞机，自动控制系统可以带着飞机向一个最合理的方向、最合适的动作去进行战斗。人机结合在一起，效能大幅度提高，培养更迅速。那么另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人也估计啊，这可能不是一架歼16，也可能是一架这个苏27或者歼11比较老的飞机了。这个老飞机经过改造之后，可能变成一种就是真正的没有人驾驶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可能会变成一种无人攻击机，因为要知道以前我们改歼5、改歼6、改歼7都有很成功的歼例。我们这个像歼6或者歼7改造之后，还是能够这个自动的起飞，按照规定的路线进行这个飞行，然后寻找目标区进行投弹。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些无人攻击机也许它的空战动作不会很复杂，但是进行攻击的时候起码也能够消耗一下对方的这个弹药，即使你把我击落了，我也没有人员损失嘛。或者呢，就是这架无人机改造之后呢，有可能在训练中去承担一个高机动靶机的任务。比如我们过去常见的就是美国人有钱嘛，退伍的 F16经常是改成靶机。我们过去拿歼7改，美国人拿 F16改，未来会不会把老的一批这个苏27退伍之后，或者歼11退伍之后也改成靶机呢？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可能玩的是另一个高端方向了，就是用这架飞机完全是有人控制的，但是要跟基地里边其他的无人机进行一个配合，比如说在一定空间距离上进行空对空的数据传输啊，进行指挥啊。因为美国人在搞中程僚机嘛，我们肯定也会在搞。那么搞的过程中，通过这样的有人机和无人机的配合实验，是不是就能把一些个作战的套路就摸索出来了？当然了，这些东西只是平台，也许真正实战中我们看到的出现的那个飞机未必就是歼16，或者就是歼11，或者就是苏27。平台的作用呢，就是为人工智能或者是数传系统提供一个空中飞行的这么一个实验条件嘛。无论如何呢，这架飞机到底是什么，承担什么任务呢？目前是没有公开，都是美国人的猜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希望，就是美国人这些猜测，也许有一部分能够变成现实吧。至
至少说明啊，在美国人眼中，中国的无人机或者是人工智能或者是有人机、无人机的配合，已经跟美国人一样可以并驾齐驱了。好，关于这架无人机基地中的神秘的这种大型战斗机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呢就分析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